1979年，全国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，许世友老将军也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来，而众人面对许世友却欲言又止。原来许世友的二儿子许建军在青海犯了事，已经被军区抓起来了。这件事按说早该通知许世友的，可是大家都不知道怎样开口。许建军这孩子本来在军队里一直表现得很好，可就在不久前，有人揭发许建军和几个高干子弟一起干了走私的勾当。这件事情在军区里闹出了不小的动静，许建军还有其他几个涉案人员都被控制了起来，接受审查。有人证还有物证，似乎许建军的犯罪是板上钉钉的了，所以军区想要尽快研究出一个处理结果。但这件事毕竟还关系到许世友，他为国操劳一生，如今这么大年纪了，如果突然告诉他儿子牵扯进了走私案，他说不准会受刺激，所以大家只能心照不宣地把这件事情瞒了下来。可是拖来拖去，眼看就要上法庭了，军人走私在当时是足以枪毙的大罪，终究是瞒不住的。所以会议结束之后，聂凤智想了又想，还是专门找到许世友，把许建军如何被人举报，如何犯罪都对他说了一遍。许世友本是个暴脾气，一听自己的儿子居然知法犯法，顿时暴跳如雷。聂凤智本还想问问许世友有什么处理意见，没想到气头上的许世友直接对聂凤智说：“枪毙，一定要枪毙！”这个反应把大家都吓了一跳。据在场的人回忆，许世友那表情与神态，如果他儿子在场，恰好身边有枪，肯定会拔出来扣动扳机。众人十分不安，赶紧都聚上来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好不容易把发火的许世友勉强劝住。许世友说枪毙还真不是闹着玩，他很快又给军区方面发了消息，说不要顾自己的面子，越是自己的儿子，越该重判才是。此时许世友对许建军非常失望，他没想到自己寄予厚望的儿子会犯下这样的罪。不过这件案子最后并没有判决，因为虽有证据，可种种证据都不够全面，也不能光听证人的一面之词。更重要的是，许建军本人一直都没有承认自己参与走私，而案件后续的调查也没有调查出什么结果。最后军区做出的决定是把许建军开除出部队，许建军就此中断了自己的军事生涯。后来他下海经商，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商人。可是当年的案子始终是许建军和许世友父子心中的一块心病。许世友的失望是很好理解的，他一生刚正不阿，即便后来位高权重，也绝不允许自己的子女借着光环作威作福。许世友的几个孩子都过得十分艰苦朴素，性格更是谦逊有礼。因此许建军案发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倍感意外，走私可不像是许世友家的人能做出来的事情。许世友的妻子儿女都受许世友严格家风的约束。许世友一生曾经历过3段婚姻，第一段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。不过许世友对这段包办婚姻并不抵触，因为他是出了名的大孝子，也相信母亲的眼光。这段婚姻为许世友带来了许光这个长子。许光一生是历经坎坷的，因为许世友和许光的母亲朱希明结婚不久便上了战场，朱希明独自在家生下了这个儿子。又过了没多久，许世友红军的身份被人盯上了，敌人很快来到许世友的家乡，要斩草除根。朱希明作为许世友的妻子是最危险的，为了保全儿媳，许世友的母亲劝朱希明改嫁。朱希明一开始不肯，可是考虑到儿子和婆婆的性命，最终还是嫁到北方。许光从此跟着祖母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，时常要躲避敌人的搜捕，命悬一线。幸好他还是有惊无险地长大了，只是长期以来都和父亲失去联系。直到他19岁那年，在王树声的帮助下，许光才终于得以和父亲团圆。许光是个非常出色的孩子，虽然小时候因为境遇艰难，没接受过很好的教育，但他依然天赋出众，而且十分刻苦。后来许光考入了海军学校，他也是我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海军军官之一。许光这样上过大学的海军人才在当时十分难得，因此一毕业他就被分配到部队服役。这也让许光十分骄傲，因为他知道父亲是一名优秀的军人，而作为儿子，他想要追随父亲的脚步。但是没过几年，许世友却专门找到大儿子和他长谈了一次，而谈话的内容是许世友希望儿子能够离开海军回到家乡。许世友之所以这么狠心让儿子放弃前途，有2个原因。一个是许光在海军里虽然表现优秀，奈何树大招风，
因为他是许世友的儿子，所以人们难免高看他一眼。这就是许世友最担心之处。许世友对国家抱有极其强烈的责任感，他并不希望儿子因为自己的缘故平步青云。更残酷地说，他知道许光虽然优秀，但是远没有人们夸赞的那样好，所以他宁愿自己的孩子平凡一点，不要占国家的好处。还有一个原因是，许世友因为工作繁忙，无法在母亲跟前尽孝，而许世友的母亲最疼爱的就是许光这个大孙子，所以许光回到家乡的话，能够代替许世友侍奉老人膝下。大好前途突然结束，一般人早就心生不满，但是许光却坦然地接受了父亲的提议。很快他离开海军部队，来到家乡的小县城，成为了武装部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。在后来的人生中，他把所有的工作热情都投入到了对家乡的建设之中。许光的儿子回忆，许世友在母亲去世之后，又曾经和许光谈过一次心。那次许世友问许光还有没有想回海军的打算，毕竟如今老人已经去世了，而许光这些年在家乡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，如果他想回海军的话，似乎也未尝不可。但这一次许光坚定地拒绝了，希望能留在家乡。至于原因，许光的儿子是这样说的，父亲之所以选择留在家乡，是因为他出生于鄂豫皖根据地的中心新县，对革命老区有特殊的情和特殊的爱。他曾对我们说，要把对奶奶的孝转化为对老区人民的爱，真心实意为新县老区人民做点事。温和谦逊的许光看起来性格和许世友截然相反，但事实上这对父子的内核是相同的，他们都把个人的得失放在了最后。80年代的时候，许世友曾经向父亲开口求过一次，却不是为了调回海军，只是因为他在家乡工作了20多年，依旧是个副部长。相比于同龄人，他的晋升的确有些太慢了，他想往上升一升，所以就找到了已经退休的父亲，想问问有没有这种可能。那一次许世友却对儿子发火了，他说，你当过几次敢死队，受过几次伤，对人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贡献？好好学习，老老实实工作，干什么不是为人民服务？当时许光的心里有些委屈，不过很快他又想通了，父亲这么做正是为了堵死所有人走后门的机会，自己如果因为父亲的缘故得到了升职，那就等于是做了国家的蛀虫，这样的事情许世友一辈子都不可能接受的。想明白了之后，许光安心地回到了家乡，继续留守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。他没有父亲那么耀眼，但他同样是个十分了不起的人。而后来卷入走私案的许建军则是许世友的第二个儿子，是许世友和第3任妻子田朴所生。许世友的几个孩子，除了大儿子许光之外，其他孩子的名字基本都是为了纪念革命。比如许建军还有一个姐姐许丽，原名是许京夫，因为她是许世友在京夫山打仗的时候出生的。许建军的名字也是差不多的来历，他在战地医院里出生，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时候，刀枪无眼，这个脆弱的小婴儿也说不定有一天就会阴没在沙场之中。为了祝福这个孩子，所以许世友当时对妻子说，军队是扳不倒的，就叫许建军吧。从出生开始，许建军就和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，战场充斥着他整个童年回忆。和哥哥许光一样，许建军从小就把父亲视为自己最优秀的榜样，也把参军定为了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。为了实现自己的参军梦，他几乎从小就拿一个军人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。许世友虽然忙碌，但是对几个孩子的教育并没有放松。他时常教导孩子们要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，不要做任何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情。父亲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刻在许建军的心中。在日复一日的盼望之中，许建军终于长大成人，也终于如自己所愿，以优秀的考核水准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的一员。在许建军刚刚参军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年轻人参军的地点多半是在南京。原因也很简单，许世友在南京干了那么多年的军区司令，南京城里没有不熟悉他的。他的儿子来到南京参军，那将来的仕途自然差不了。可是许世友最顾虑的就是这一点，所以后来许建军参军的地点并不是在南京，而是在偏远的青海。选择这个地点自然有许世友这位老父亲的考虑。许世友在青海没有什么工作经历，他认为儿子到青海去参军对大家最公平。儿子临行前，许世友又殷殷嘱托，让他到军队里也依旧要保持低调的性格，不要向别人随意透露身份，要做好为国牺牲的准备。
带着父亲的嘱托，许建军满怀憧憬地来到了部队。当然，是金子在哪里都要发光。许建军凭借自己优秀的表现，很快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每次训练，他永远是第一个到；每次学习，他永远都最积极。大家都对这个年轻人赞不绝口。然而，有时候命运很无情。就在许建军满怀信心的时候，突然之间，他成为了青海军区走私案的嫌犯。在接到军区通知的时候，许建军目瞪口呆。他确信自己从来没有参与过什么犯罪事件，更不认识什么犯罪分子。可是面对别人的举报，他的解释显得如此苍白。迎接他的是一轮又一轮的审查，可是无论如何审都审不出一个结果。那个年代的调查手段太过落后了，而走私案又十分敏感，大家不敢掉以轻心，更不敢抱着疑罪从无的心态。案子一日不查清，许建军就没有办法回到部队参加训练。到最后，这件事情更是被告知了许世友。许世友暴怒的态度很快也传到了接受调查的许建军耳中。许建军并不责怪父亲，如果父亲表现出了袒护包庇，那才是违背了许世友的本性。而后由于案子迟迟查不清，许建军不得不离开部队。而在他接受调查期间，父亲没有过问，这同样也是出于公平。而多年之后，许建军等到了一个结果，原来当年的案子只不过是有人诬告，他的确是清白的。然而结果出来的时候，许世友已经去世，甚至在去世之前，为了避嫌，许世友和儿子都没有见上一面。这成了许建军一辈子最大的遗憾。拿到调查结果之后，人到中年的许建军来到父亲的坟前，痛哭失声。但至少此时此刻，人们终于知道，自始至终许世友的孩子们都没有辜负他的教导。